Hello，大家好，我是維克，歡迎來到這集的節目。那麼今天呢是道奇的開幕戰在主場呢對上響尾蛇，大家呢都回來了非常開心啊！就是經過這個漫長的一個等待，終於等到開季了。那麼今天這場在開打之前呢，當然也有進行了一些冠軍的儀式，像是由 Freeman 跟 Rojas 兩個人坐着車，拿着冠軍獎杯進場的這個橋段，象徵着連續2年呢都拿到冠軍。Freeman 是拿24年的，而 Rojas 則是拿25年的。那我覺得這2位拿着2個冠軍完全是这個合情合理一位是洋基永遠的痛，另外一個呢則是阻止了藍鳥奪冠的一個大功臣。這2位呢都是道奇能夠連續拿到2次冠軍的一個關鍵人物，對勝利的影響程度呢非常大，所以讓他們拿着冠軍獎杯進場真的是再好不過了。另外今天道奇的球衣跟球帽呢也有很大的一個不同，金色的搭配真的很讚，跟道奇藍呢也非常搭也更顯得貴氣。那麼同時呢，之前也有發過一篇報道就是 Uniqlo 呢贊助了道奇球場，而在今天呢也揭幕了，可以看到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露出，雖然不知道要多少錢啦但價值呢肯定不菲。OK， 那回到這場比賽，先來看一下響尾蛇的主力先發投手是在 Gallen， 他今天呢只投了4局就掉4分退場了。表面上看起來他是在第5局的時候崩盤了但如果你仔細翻開他的進階數据的話，我們就可以發現，其實今天道奇打線的本壘板幾率呢是非常好的。首先呢是對速球的精準打擊，在昨天的這個預告裡面有提到了 Gallen 他的速球的使用率呢非常高，但是他的揮空率呢極低所以絕對是可以積极出棒的一個球種。而今天 Gallen 的狀況其實不差啦，他今天4縫線的均速呢甚至來到了 94.1 英里比他平常呢還要快。但不過道奇隊今天的打擊策略呢非常明確，就是他們把好球帶設定的非常死。Gallen 的速球呢在這場呢有高達 54% 的投進好球帶，而道奇的打者對這些好球帶內的速球的揮擊率呢高達驚人的 74%， 而一旦球偏離了好球帶，他們的追打率呢則是降到了 19%。 這種極端的打好放壞的一個策略呢也帶來了一個非常誇張的一個結果。Gallen 今天投了35顆速球裡面呢，道奇打者對着速球揮棒了17次，但竟然連1次揮空都沒有，這個揮空率呢是完美的0。所以等於就是他們用很純粹的選球眼跟球棒的控制力呢，徹底讓 Gallen 的速球呢失效了。那麼當這個速球失效之後呢，也讓他去增加一些變化球的投球比例。那這個呢也剛好是道奇這場在等，即便他去年這顆彈指曲球的揮空率非常高，但不過對於已經設定好在等這個球的打者來說呢，就是馬上會造成重傷害。那麼道奇打者今天把這個曲球總共打進場內4次，平均擊球出速呢高達102英里。那麼其中最致命的一擊呢，就是在5局下半 Andy Paes 呢逮中這顆81.8 英里的彈指曲球，直接掃成一發飛行距離達400英尺、擊球出速 100.6 英里的致命3分炮，一舉呢超前了比數。那麼也讓山本呢成為這場比賽的勝投候選人。那麼山本的話呢，今天真的是展現出極致的控球大師與三振機器的一個本色，成功為道奇守住了陣線。那如果你沒有看這場比賽的話，我先來報一下他今天完美的賬面數據。他今天這場呢總共投了6局，用了95球，雖然被打出5支安打掉2分，但也送出了6次的三振，而且最誇張的是他沒有投出任何一次的4壞球保送，所以這場比賽呢也讓他收下了一場優質先發，那 ERA 呢是在3。那麼山本今天是怎麼樣去統治投手球的呢？答案就在他那一顆銷魂的指叉球。那麼進階數據顯示山本今天這場比賽總共制造了高達16次的一個揮棒落空，那這個數字呢穩居今天2隊所有的投手第1名。而這16次的揮空裡面呢，有一半都是來自他的招牌指叉球。他今天投出了29顆指叉球，佔了全場用球比例最高的 31%。那麼響尾蛇隊的打者對這顆球呢揮棒了15次，竟然揮空了8次，所以揮空率呢高達 53%。所以也就是說，只要山本投出指叉球並引誘打者出棒，有一半的幾率打者是連球皮呢都碰不到的。再加上他同樣精準的卡特球跟4縫線的速球做搭配，讓響尾蛇的打者呢吃足了苦頭。但不過身為這個大聯盟等級的打者啦，響尾蛇的陣中還是有人能夠對山本造成重傷害，也是山本今天唯一的痛就是響尾蛇隊的游擊手 Perdomo 今天可以說是完全看準了山本的球他先是在比賽前段從山本手中敲出一支擊球出速高達 106.3 英里的強襲安打，接着又在第4局逮中了機會，一棒掃出了一發擊球出速102英里、飛行距離達398英尺的全壘打。那這也是山本今天失血的一個主因。但不過這也是山本今天這場我覺得最令人值得稱讚的一個地方啦，就是他的危機處理能力呢非常好，還有他的控球穩定度呢也很高即便他遭到了亂流啦，挨了全壘打，或是有人上了得點圈他還是依舊能夠不慌不忙全場堅持不投出任何免費的保送，沒有讓傷害的進一步擴大，那成功的吃完整整6局，所以整體的投球表現來講的話，依舊還是保持 MVP 的一個等級。而道奇的打線呢，今天雖然在前面4局稍微沉默了一些，但不過第5局把 Gallen 打下去之後呢，也在第7局呢攻下了大局。大虎被出生球擊中上壘之後呢，
Tucker 馬上就在開季的第一場比賽就敲出來到道奇的第一支長打，並且還帶有1分打點哦。那隨後的 Smith 也敲出了本季的第一發全壘打，然後幫助球隊擴大比數8-2領先的響尾蛇，最終也贏下了這場比賽。那麼另外這場比賽呢，還有一個亮點是去年冠軍賽的騎兵啊 Will Klein 今年也成功擠進了26人名單裡面，也在今天這場完成他的賽季首秀，主投一局飆出了1次3振，沒有失分下場，所以非常開心呢，看到他上來，希望他能夠持續保持這樣的好表現。那最後呢，我們來看一下兩隊明天的一個對決。明天道奇預計派出的先發投手是 Emmett Sheehan， 他三振率呢高達 30.6%， 預期加權上壘率呢只有.271。那他的主要武器呢是使用率高達 46.8% 的四縫線速球，再搭配他 30.4% 的滑球。那這兩種球種就是這套球路的組合呢，就能夠讓他很輕易的去引誘打者出棒，揮空率呢高達 32.9%。但不過Sheehan呢其實也是有隱憂的，他的擊球仰角偏高了，來到 20.1 度，然後還有 10.1% 的這個出色擊球率barrel。簡單來說就是他很容易被挨長打。那麼再來我們把目光轉向響尾蛇隊，相對於道奇的三振派，響尾蛇明天的先發投手 Nielsen 呢則是一位標準的速球派跟扣球型的投手。Nielsen 的四縫線速球使用率呢高達 61.9%， 保送率呢也只有 6.6。但不過他的弱點呢也很明顯，他不是以三振見長，三振率呢只有 21.3%， 而且他非常勇於挑戰好球帶，好球带的投球率有 52.5%， 這導致他被擊球的平均初速呢偏高，來到 91.4 英里，強擊球率呢也高達 45.5%。那他主要的解圍方式呢，就是靠着他 40% 的滾地球來化解危機。所以明天道奇的打者呢，可以多針對他的好球帶呢，去勇於進攻，多去挑戰他們內野守備，說不定呢，即便達成滾地球，也是有機會靠着強勁擊球呢，穿越內野防線。而Sheehan呢，則是要小心遭到響尾蛇的重炮攻擊別忘記，在去年兩隊的對戰歷史當中呢，他們比道奇呢更會敲全壘打所以一定要非常小心。但不過根據過去的對戰記錄啦，其實響尾蛇隊的打者是比較少有對上Sheehan的經驗的所以說不定會是一個小優勢。而反觀道奇這邊呢，則是有很多打者都是有對上 Nielsen 的一個經驗，同時也有很多位打者呢是非常積極進攻好球帶的，像是 Freddie Freeman 還有 Kyle Tucker， 他們兩位的好球帶揮擊率呢都高達 70% 以上，所以只要進來好球帶他們都會很積極的出棒。而大谷的話呢，則是在過去的對戰記錄上面呢比較差一些13個打數呢打擊率只有非常低迷的.154， OPS 呢也只有.462。那打得比較好的呢有 Mookie Betts 跟 Teoscar， 那特別是 Teoscar打擊率呢有破30%。所以總結明天這場對決這是一場高揮攻高三振對決速球派與控球型的一個比賽。道奇的Sheehan呢能夠輕易的制造三振與揮攻，但如果失投可能會面臨長打的一個風險。那響尾蛇的 Nielsen 呢則是不斷的用速球呢去挑戰好球帶他需要盡可能制造滾地球來化解道奇重炮群的一個強勢擊球出速。那最後呢，也再次恭喜山本的拿下本賽季的第一場勝利 ，Parhas 跟 Smith 也成功敲出本賽季的第一發全壘打，所以下場比賽請繼續加油。OK， 那麼以上呢就是今天說的內容，希望你會喜歡。我是維克，我們下次再見，拜拜。